父亲以重伤的代价捕获一头野猪，恶毒奶奶却把野猪分给了二叔、三叔家。为了不让父母饿肚子，大哥上山打猎，最终死在了那冰天雪地中。身为特种兵的我回家找他们理论，却被他们设计车祸致死。再次睁眼，我重生到悲剧开始的那一天。二哥，三丫肚子饿呀！三丫乖，二哥这就进山打猎。为了避免前世的悲剧不再发生，我毅然地走上了那九死一生的白大肚山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发现了2只鸡，还有20颗鸡蛋。我选择喝了3个鸡蛋，只带回去了4个，其他的鸡蛋放在陷阱里，好捕获更多的猎物。夜色微微暗沉下来，我还没有回到家。此时，我的母亲和大哥在已经跟奶奶吵了起来。你是个最毒的奶奶，你怎么能逼我家二成去上白大铎？那可是要死人的。老大，我们快去白大铎山下喊一下二成。我的二成啊！妈，我也去。三丫，你不要去了，天太黑了，你今天都没有吃什么饭，晚上妈那份稀粥给你和你爹喝。好，天都黑了，你们小心有去无回。老大，你在这里陪着你爹你妹，我独自去寻二成。妈，我去寻我二弟，您在家里。我回来了，我脚崴了，扶我一下。你这二成，你下次不许再上山里了。哥，你小心一点，我脚痛，我们回自己那屋去吧。今天一天什么也没有抓住，冷死我了。你今天没干活，没饭吃。我做了2个人的活，你给我2碗粥，否则我明天不做事了。哼，反了天了，就1碗，爱吃不吃。郭秀秀看到于香兰放在桌子上的1碗粥，她艰难地咽了下口水。三丫，你喝一点，给你二哥喝一点钟吗？妈，粥我就喝一点。这时已经一家人回到了自己的小破屋中。二成啊，以后咱不去山里了，太怕人了。要是你有什么3长2短，叫我们咋活？二哥，你的口袋里装了什么？还是三丫最快发现，看你们一个一个的担心样子，我刚才装的没有受伤，而且口袋里是4个鸡蛋。接着陆成从口袋里小心地掏出1个鸡蛋，紧接着又掏出3个鸡蛋。我去拿去煮熟来吃。妈，咱们直接生吃了，你们一个人1个，爹也吃1个，我刚刚吃了3个了。二哥，我想吃。好，给你1个。妈，咋吃？敲开直接吸出来。爹妈，我想一会叫村长过来跟奶他们分家过。为啥？妈，咱们得分家，分家后我们才能吃上肉。爹妈，大哥三妹，我在山里有2只野鸡，还有13个野鸡蛋，不分家我都不能拿回来。妈，我赞同二成说的，咱们不能认奶当奴隶使，咱们得分家。当家的，你说呢？分，必须分，太久没有吃到鸡蛋了。随后一家人就把村长请到了家里。妈，我们一家要分开单过。分家？陆老大，你一个废了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要分家？奶奶，我们的态度很坚决，我们家必须要分家。既然是陆老大要分家，我这个村长也要主持公道的。于香兰把几个很旧的破口碗端出来，那这些碗给你们。另外二叔便拿了一些的农具，二婶把一些于香兰给他们盖的布被子拿了出来，还是你们的被子。这些是粮食，没有一点的大米。大米那样的金贵，怎么可能分给你？陆老大，妈我生你养活你，不说别的了，这些用着的东西就还全给你们家。妈，那些碗全是破口的，农具也是不好的，你不能这么偏心吧？你们要分家，总不能一点亏都不愿意吃吧？要不然就别分家。分就分，这些东西就这些东西，要白纸黑字写清楚。妈，让爹签了字，分开过，我们也能吃上饱饭。寻风，你签吗？我签。随后陆寻风心中高兴地签了字。分家后，村长保留了分家的文件。村长正欲走的时候，陆成追上他。村长，您家里是不是有猎枪，还有一个手电筒？你这臭小子，是不是要借？村长真是太懂我了。村长，我要是猎到猎物了，保准让你有下酒的肉菜。猎枪我只有20枚子弹，头戴手电筒可以借你，猎枪也可以借你，但是子弹只给你3枚。陆成也知足了，村长说的是给他3枚，不是借，算是送他了。这人情领了，陆成就跟着村长离开了。而于香兰狠狠地瞪了一眼，嘿，败家的玩意，把你的几个破口碗拿走，你从今天起不准在我的厨房做饭了。分家后，他家连做1顿饭的干柴都没有，这可把他们急坏了。妈，你在家，我去后山弄点柴火。过了很久，陆燕刚好从后山坡弄了干柴回来了。老大啊，你帮二婶把这柴搬到我们厨房去吧。好的。陆燕搬了过去，正准备进去的，突然想到晚上吃饭的时候，陆成跟他说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我们分家了，你们的厨房是放油盐的重要地方，我就不进去了。这也没事吧？不帮二婶送进去？不了。陆燕转身就离开了。二婶郑慧眼里冒着冷飕飕的算计之光。陆燕刚刚走了一步，陆燕，你站住！于香兰听到外面的喊声音，赶紧出来看。怎么了？二婶，什么事？你偷吃了猪油渣，哇，你看看这猪油渣少了好多。二婶，我可是连厨房的门都没有进过，怎么偷吃？哇，你看看少了很多，就是他吃的，我亲自抓住他的，他打死也不会承认了。陆燕，我没有吃，我为何要承认？哇，您看，您这大孙儿可是凶着脸，吃了也不承认。我根本不知道有猪油渣，我没有偷吃。你说你没有偷吃猪油渣，那你为什么在我们的厨房门口
陆燕这是要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我是这二婶叫我来帮她搬着柴禾进厨房的。那你就是进过厨房了？没进。郭秀秀马上挤到人前，老大怎么了？二婶冤枉我偷吃猪油渣，我没吃。这时从村长那里借猎枪的陆成回来了，看到这一幕说道：找个鼻子灵的人来。这时一个扮大小子的张博的孙子出来，我的鼻子灵，有事让我做。好小子，你闻闻，你看燕大哥嘴里有没有猪油渣的味儿？行，我闻闻，我燕大哥的嘴里一点肉腥味都没有，但是有一点生鸡蛋的味道。陆成看了看二婶说道：二婶应该到你了，你让张贵根闻闻你的嘴。闻就闻。张贵根凑近一闻，肉还是猪油渣的香味，他的牙缝还有一点肉末。这个时候于香兰也顾不得其他了，她直接上去捏着郑慧的嘴角。好啊，我说我的猪油渣经常少了，都是你这个贱人偷吃的。郑慧的脸上于香兰给抽了2巴掌，她脸瞬间可见的又红又肿了。婉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别打了。妈，她是我老婆，我领回去好好说说她。好好管管她。于香兰白了一眼陆成。陆燕让张贵根闻到有鸡蛋液的味道，你们怎么解释？妈，我们没有偷吃你的鸡蛋。我没问你。陆成，你说。奶奶，我大哥不单单吃了生鸡蛋，就连我们家其他的人也吃了生鸡蛋，但是绝不是你那3只母鸡下的蛋。现在偷猪油渣的人找到了，奶奶是不是得好好跟我大哥说一个对不起？哼，反天了，我是他奶奶。于香兰马上就回去数了数他的鸡蛋，跟昨天还多了3个，确实不是拿他的鸡蛋。慧儿，你也真是的，非要陷害那家人，你就不能说是3弟妹？我哪知道那一家人竟然这般不好惹，太多人了。还哭？你好意思？重生70年代，特种兵利用熟练的野外生存技术，在深山中靠打猎发家致富。就在刚才，他布置的陷阱中又有了新的收获。多少人进山都让野猪给拱死了，他陆成也一样的下场。而此时白大铎的陷阱里，一头独狼正在陷阱中挣扎了几下。原来陷阱里只有野鸡2只和鸡蛋13个，现在多了一头野狼。陆成也不敢在原地多留，把猎物隔了一个布袋子就背下了山，才花了1个小时左右就回到了家中。二成，你真猎到猎物了？大哥，你看，1头野狼，2只活野鸡，13个野鸡蛋。这时家里的其他人也走过来。二哥，你真是带了猎物回来，太好了。爹，你这病我去请隔壁村的老中医来看，只要好好吃药，肯定能好起来的。不吃药了，你们卖了野狼，给你大哥先说一个媳妇，我这身子怕是好不了了。他爹，你身子也十分重要。爹，你相信二成，二成能再进山去打猎，大哥说媳妇的钱肯定会挣到的。要不我也进山去打猎，不让二成一个人打拼。大哥，你千万不能进山冒险。我敢进山是因为我有人教过打猎，不然你以为我敢拿命去冒险？是我一时情急了，我来处理野狼吧。还是我来吧。陆成把2只活野鸡交给陆母。妈，您看看这2只野鸡能不能养活？如果能养活了，让它们孵小鸡，咱们家以后可就有鸡蛋吃了。三丫，你以后负责照顾小鸡，这样可以天天收鸡蛋。好的，二哥。很快，陆成把野狼肉切了足足3斤左右。大哥，你把这3斤用芦草绑好，我晚些时候给村长送去，顺便跟村长说说借他猎枪打猎的事。哎，好嘞。妈，这内脏就不卖了，咱们在家里自己卤了吃。哎，好。另外把这半斤的狼肉放在一边，等着明早给咱们外婆送去。大哥，我负责把猎物拿去县里卖掉，你在家里跟咱妈把地里的活干好。兄，我懂，卖狼肉我不擅长。把我的3斤狼腹肉挂好，我回来就送到村长家里去。我现在去上县城。1960年的时候，打猎的猎人还可以卖一点猎物的肉，换一点钱补贴家用。陆成到达县城的时候，县城的黑市集市上都有不少的卖菜的人，卖新鲜的狼肉了，卖新鲜的狼肉了。瞬间黑市中有几个工人大嫂就上前问：你这野狼肉咋卖的？大嫂，你要买哪一块？价格不同的，你看看。我要这狼腹排，你给我称2斤。好，狼腹排，做红烧手抓狼排最香了，1斤1.5元，2斤3元钱。哟，这可不便宜啊！大嫂，您也知道，猪排都要0.7元1斤，我这野狼排，你也知道野狼多稀罕啊。大嫂让陆成一番说，也爽快的掏出5块钱，中就买了。大嫂，这2块钱我就给您切一点狼臀肉，您放在狼排里一起红烧了，可以让孩子吃，绝对是孩子最爱的肉食，肯定能拔高长个变聪明。大嫂一看，那陆成给她切的1块狼臀肉也足有1斤重，心里明显高兴极了。哎，中！有第一个大嫂买了野狼肉后，周围几个工人大嫂都纷纷的围了起来，短短的1个小时就把整头野狼卖得干干净净的。陆成把身上的钱都分开的装好，到了旁边的一个档口说道：兄弟，你这猪下水多少钱？大兄弟，你要便宜给你，一副就卖你5块钱。这猪下水处理起来非常麻烦，而且现在都是上午11点钟了，放到下午你这一副猪下水就废在手里了，不如4元卖给我。大兄弟，你还有没有狼肉？我把猪下水便宜卖给你，你把狼肉卖1斤给我。我切了1块狼肉，但是我要送人的，这猪下水就算了，我不要了。那个档主看到陆成要走，马上说：哎，大兄弟，你等会，4块钱卖给你，当交个朋友了。陆成走了几步的脸上一抹不可察觉的勾嘴弯了下。好。档主看到陆成慢慢走远的后背说：这个人怎么看上去很有力量一样，这精气神真是特别好。能猎到野狼的男人，你想想力量会差？也是啊。陆成又走了近2小时的路程才回到了家中，他在街上的时候买了一些红糖和肉包子。三丫，快尝尝这肉包子。二哥，我能吃下2个。好，再给你一个。只见他一口咬下包子，直接见到厚厚的肉馅。妈也
面是肉馅的。妈，这里还有很多包子，晚上热吃。哎，好。郭秀秀马上接过白布袋子装的满满的包子，马上就准备了锅准备加热。而这时陆成就拿了早上留的狼腹肉去了村长家。陈伯，这是3斤的狼腹肉，您晚上炖了吃。陈贵福接过3斤狼腹肉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二成，你倒是个难得的猎手，这野狼是不是自己照你枪口上了？我一发子弹都没有用，我是用2只野鸡把它引上陷阱的。你这小子真行，走，今天晚上不醉不归，跟陈伯喝一杯。得嘞，那就不客气了。陈伯，我有事要与您商量。说，我听着。我想跟陈伯再买几发子弹。二成，你又要上山打猎？不瞒陈伯，我这体力在地里干活，虽然也能换到钱，但是我心里不甘。中，要几发子弹？陈贵福也知道，这个白大铎是得有猎人去打猎才行。这几年村里的庄稼都让野猪拱掉了多少了？他身为村长，也是急得不得了。你要几发子弹？我跟你说，陈伯也有事跟你商量。陈伯，您说是，我听着。我这子弹，我前10发都不收你1分钱，你就说你要几发？陈伯，我想要你手里的全部子弹，17发我全要了。好小子，你等着。陈伯进了他自己的房间，在那一个小柜里抱了一铁盒子出来，明显很重。他走得慢慢的过来，放在桌子上的时候，砰的一声，你小子看看，陈伯的全部家当都在这了。陆成打开铁盒盖子，看到了完好的子弹。中，这些子弹我回头打了猎，给陈伯送肉。另外1颗子弹多少钱？我给陈伯买。陈贵福摇了摇头，这钱10颗，算是我代表村里的决定，送给你赶走野猪的。今年的庄稼能不能保收成，就看你的了。那后面10颗子弹呢？多少钱1颗？我买。二成，不是陈伯为难你，你要是做村里的公社猎人，能得到1个月10块钱的工资，并且我也能向上面申请到子弹，但是你得负责为村里守庄稼。当然，只是这野猪神出鬼没的，我也不能提前预知到他们的出现地点啊。这个不用发愁，你是守庄稼，只是有野猪或是狍子那些，你能开枪吓吓他们就好。陈贵福也知道，面对野猪的时候，真让陆成打死野猪，只怕要求会太高，能开枪赶走他们就很不错了。不过这子弹用在哪里，每1颗都得有记录，不能随意得到使用。得嘞，谢陈伯，明天我就去收拾那野猪去。在这个野猪泛滥的年代，特种兵重生到70年代，靠一把猎枪打猎。于是他选择了当猎户，带着全家靠打猎发家致富。我二哥当猎户不好吗？您怎么一直哭着？三丫头，妈心里难过呀。陆成之所以要当猎户，是因为他是一个神枪手，在深山里如果不保卫村民，那他重生回来还有什么意义？二成，这是家里的鸡蛋，你拿上。大哥，你安慰一下咱妈，我就是当猎户，我也能保护好自己的，而且我会经常回来吃饭的。很快，陆成提着鸡蛋，背着猎枪就来到了地里。正在陆成以为今天守着野猪不敢来了，谁知草丛里突然冒出一个猪头，陆成把枪对准手上就是砰，领头的一只野猪鬼精的，竟然没有打中他，但是跟在他的身后的一只猪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。第二枪砰，只见领头猪的后面那只野猪吭吭几下就倒在地上。此时的村长听见枪声，连忙赶了过来。二成，我听到你开了2枪，你人没事吧？对呀，那枪响一响，我们就抄了家伙，奔到了村长家。是啊，我也是。村长，我没受伤，那野猪群跑了，我只打伤了1头野猪，在那野猪受了伤，生性凶猛，快请那个张屠夫过来，得让他宰了这野猪。我去喊张屠夫。随后那个说话的壮汉就快步的回村了。此时陆成想起了上次想收野猪肉的屠户，陆成想倒卖野猪肉，但不能光明正大的去菜市场里卖，所以他就悄悄来到那次卖给他猪下水的那个汉子那里。野猪肉敢不敢收？兄弟，我能看看货吗？随后两人看了看野猪，那人爽快的掏了钱。陆成没有狮子大开口，他就一口价260元，一共200斤，按批发价1块3毛1斤。陆成看到他一脸的兴奋样子，就知道他们倒卖一手肯定能赚取不少钱。虽然村里的人没人敢打野猪，怕被野猪拱死，但是村里的人要是知道了陆成一个人卖掉整头野猪，还得了260元钱，你看看村里人能把陆成撕成碎片。陆成刚刚回到家中，就看到有上门来拉关系的人了。三叔，二成呢？你守庄稼守得好呀，三叔这是来多谢你的，谢礼给你妈拿进去了，你好好干，哈哈。陆成这时才想到，他这个三叔无利不起早的，这会送礼，那是因为今天凌晨那一次野猪就是死在他地里的，要不是他给打死了野猪，他哪里会舍得送礼过来？三叔客气了。那成，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陆巡言微紧了紧手，他以为陆成会说礼物不用送，让他拿回去。那不送了，三叔慢走。他还跟他老婆说，他能把礼品再提回去，现在回去丢死人了。陆巡言，你礼品呢？你这杀千刀的，那礼物是我准备给我娘家妈送的，你却送了那一家人没用的货。你也不要动不动就哭，你可以把村里分下的肉送一半给你娘家妈。这肉也不多，那礼物可是做汤圆的白糖、灰芝麻、洗发水20袋呢。送肉也一样。而陆成给陆芳买了一双小白布鞋子，快穿上试试。二哥，这是给我的。对，三丫快试试。二哥，这鞋子真暖和，喜欢吗？哥可喜欢了。而郭秀秀穿了一套新棉衣棉裤出来，咱们每个人都有一套棉衣棉裤可穿了，剩下的棉花都用在弹棉被上面，这样以后睡的时候就不会冷了。妈，弹棉被的棉花我明天再买，你得给我们一人多做一套棉衣裤才行，一套不能替换。这会不会太奢侈了？妈，不会，你做吧。
哎，中，听你的，二成长大了，做事一套一套的。妈，您得让我们家看起来像是活了过来了。你看，我们吃好了，穿好了，后面在我们老房子旁边的地给咱大哥修一个小房子，那大哥就可以单独出去成家了。二成，盖房子的事你不要操心，我自己来。大哥，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信我，我们应该很快就能给你盖一个小房子的。在这个野猪泛滥的年代，特种兵重生到70年代，靠一把猎枪打猎。重头一世，他选择了当猎户，带着全家靠打猎发家致富。三婶何桂梅正在老人家的房里。爸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陆成真是个黑心人娃。你想呀，以前一家人没有分家时，他哪里打过猎？现在呢？不久前我刚看到他大包小包的往家里提着东西回去。哼，这个小兔崽子翅膀硬了，不好拿捏了。我这个三婶自然吃不上他的什么好处，但是现在村里给他们家里分了双份肉，也不见陆成拿他的肉出来孝敬您。哼，这不是还没有到中午饭，我再等等。那妈您慢慢的，儿媳的肉就放在这里了。于香兰看一眼何桂梅的肉，心里微略的满意了一下。陆巡言听了他的话，差一点没气死。你个败家的玩意，你要让妈去拿捏那个二成，你也不用自己的脑子想想，那一家人都分出去了，是谁能拿捏得了的？呵，反正送出去了，要拿你自己去拿，反正是你吗？不是我吗？桂梅，我跟你说，要不咱们也分家了？真的？那可太好了。只是这样，你以后早上就得自己起床做早饭了，你可愿意？愿意的，十分愿意。你要知道，跟二嫂一起做早饭，我处处不得劲，她还不乐意，我早就想分家了。得练，你同意就好。陆巡言心里一想，这可太好了，这以后他妈就不会怪他了。他快步的朝于香兰的房间去。妈妈，您三儿媳妇她太凶了。桂梅人不错，又给你生儿育女的，忍着点。妈，您看看我这耳朵都快让她拎掉了。哎呦喂，这个何桂梅下手这么重，这个杀千万的死女人太狠心了啊！疼不？妈，您再不给我们分家，我这打可的3天打1次，5天打2次啊！老三，你们也要分家？妈，桂梅早就想分家了，这才3天2头的打我，我一直不敢说。你看看，你老三我的身上全是他掐打的，你看看这个臭婆娘，我把她痛打1次，为我儿出气。妈，千万别啊！你知道我的儿子女儿也要妈啊！这个何桂梅真是反了天了，我还当她是好媳妇，今天她还是第一个给我送来肉的，没想到她竟然这样对我儿，当我瞎了，我去找她理论。妈，别去了，不然我回去估计今天晚上连床都不准摸了。不分家，除了这个，别的妈都能考虑。妈，凭什么老大家能开家，我们却不能？不能就是不能，没有为什么。妈，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们不依。对，我老二家也不依。随后就见到陆老二夫妻2个，还有何桂梅都从门口挤了进来。你们真是不懂，我这么跟你们说，我们是亲一家人，但是陆群峰他不是。顿时一家人的脸色都震惊的瞪眼，而门外陆成马上收住了脚步。白天他是保护村民的特种兵，可到了晚上他却化身打猎者，靠着打猎发家致富。这是一只野兔子，另外一只野公鸡。那是不是准备明天拿去卖了？妈，咱们身体要紧，先把那只大公鸡宰了，野兔子明天我去卖了。哎，成。秀秀，那二成以前也不见他会打猎，这孩子也是被逼得上了山，守夜人会不会太难为他了？谁说不是呢？守夜人以后只怕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。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放弃，看看有没有你娘家的亲戚给相看相看。他爹二成说了，让燕儿先结婚。兄弟2个感情深厚，燕儿去做什么了？燕儿说了，他有事出门去了，估计短时间不回来。这孩子杀大公鸡又没吃上。晚饭过后，陆成又带着猎人的猎枪及工具上了山。就在这时，一群野猪又在拱一户人的红薯，但是野猪刚刚拱了一回会，就让巡查的陆成给打了个正着。他马上对准了一头野猪，这野猪太狡猾了，竟然让他们跑了。陆成故意声音喊得响亮，而他几乎就是脚步飞快的到了倒地的野猪面前，他悄悄地把野猪扛起。他自从第一次握了这杆枪，就握住了财富的门道。大概不到4点钟左右，陆成就回家找来黑布，把整头野猪都包裹了起来，扛着野猪出了山。在早上不到5点半的时候，就到了县城，又找到上次的兄弟。我看看野猪，兄弟，你还按上次1块3毛1斤给我。不瞒你说，家里最近急用钱，我想你能加一点，我也爽快一点，咱们就长期合作如何？兄弟说话实在，这样我按1斤1块4毛3分咋样？蔡清泉心里急死了，他上次的主顾是一家酒楼，那野猪肉进了酒楼里，卖的价格可是翻了好几番的。如果有1块6毛5分，我就卖给你，不然我就只能另外给别人了。哎，别走啊！我同意1块6毛5。
这可是发大财的机会啊！随后老板拿出了钱递给陆程，这里429元整，你数数。陆程拿过钱，仔细的在灯光下数了数钱。没错，那我走了。傍晚，陆程正在和往常一样拿着猎枪巡逻的时候，他敏锐地感觉到有一抹视线跟随他。陆程马上握紧了枪杆，另一个手马上摸上子弹。此时，在对面的山坡上，一只野狼虎视眈眈地盯着他。紧接着，野狼好似是有一点的犹豫。正在这时，陆程心里在想：正巧了，上一次用了一颗子弹猎杀了一头野猪，现在有野狼出现，吓他一塌，也好报一下子弹的去向。陆程瞄准开了枪，打在野狼的旁边，野狼吓得赶紧的逃跑。算你走运，下次再让我遇见你可就没那么好运了。第二天，陆程的工作才刚刚开始，现在的野猪也变得狡猾了起来。野猪在山边上吃了庄稼就走，根本不会停留太长时间。此时，陆程看到前面有几头野山羊正在低头的吃着草，他轻扣上猎枪，瞄准，暗吸一口气，算了算风速与距离，一头最肥的野山羊倒在地上。陆程扛起死掉的肥野山羊，直接去了县城里的屠户摊位上。这野山羊肉质好，又是刚死的，可以卖到1斤2块6毛钱，我一起给你416元整。蔡清泉高兴坏了，这野山羊他送去酒楼里，那转一手又赚不少钱了。陆程交易完就快速的离开了。回到家中，媒婆就给陆程介绍了个对象，女孩叫做沈双，长得十分漂亮，两人相处了几日便确定了情侣关系。双儿，我回来了。你上午要睡觉，一会赶紧吃了去睡。哎，中。随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早餐。双姐姐，你做的肉包子味道好好吃呀，真香。就是这个肉包子，怎么吃都不腻。饭后，陆程就回了杂物间，自己盖了被子就睡下。陆程这一觉直接睡到了下午1点半。沈双烤着红薯和玉米，那香味都飘到了杂物间。陆程是让香味给勾起来的。你们烤红薯了？过来吃烤红薯吧，我给你端面条来一起吃。好，你们都吃过了？我们都吃过了。吃过了午饭，这时陆巡风带了几个盖房子的匠工来了。二成，上次你给我说想盖一座新房子，我把工匠给你带来了，价格都是全村一样的，你给他们说说要怎么做。进来看看，我想这样把2楼盖起来，多几个房间，房间可以适中的大小。陆程跟几个工匠说了说自己的要求。另外，在1楼的地方，等明年开出来挖一个下水道，做2个水侧，这样家里用方便一点。我们明天开始动工，这材料估计今天晚上会到。这钱是先欠着还是现给？钱我明天给你们，今天晚上没准备。大家在这里做工的时候，我们管中午1顿饭，有肉管饱，米面换着吃。那感情好，大家会用心做好活。吃完饭后，陆程又拿了猎枪及工具到绳上了山。他有更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去昨天晚上挖的那几个陷阱处，看看有没有猎物进去。第一个陷阱，陆程一走近，看到陷阱凌乱的脚步印子，他马上走上去看，结果一头野山羊正在陷阱里呆呆的站着，而一个陷阱处2只肥肥的兔子，陆程用箭把它们射死了。因为兔子不像野山羊那样乖顺，万一让它们跑了就亏大了，所以射死为妙。这样陆程就带着野兔子又牵了野山羊下了山。到了门口的时候，几个工匠说道：哟，这是靠山吃山的，你这野山羊真是肥。这也是山上老爷子给的一口饭吃，一般人得不到这货。可不是嘛，以前几个人进了山里都没有回来，不敢说你小子有福气。妈，您给山羊几剂奶，一会煮了让孩子们都喝喝。中，要是他每天都把打猎的猎物拿回家里，那工匠们以后肯定会说出去，这山里太多野味了。但是靠山吃山也得有能力有本事。他前世是神枪手，那是特种兵的一种。这一早上，蔡清泉就在家门外等着。兄弟，你总算是来了。怎么了？今天这样早的等我？今天的野猪小一点，就180斤的样子。好说好说，我跟你说个事，你考虑一下帮我打一只鹿。这个可不好弄，因为一般鹿出现的地方都有山神，也就是黄鼠狼或是狐狸。对靠山吃山的他来说，搞到鹿就会遇到这些东西。要是得罪了黄鼠狼和狐狸，那他休想再找到野味了，因为他们2个就会在你没到动物的面前时把动物赶走。这鹿只能遇，我不能保证真的能猎到。没事，只要有鹿，我高价收。他靠打猎发家致富，还盖了小洋楼，成了远近闻名万元户。妈，这陆程好像是发财了，这半山腰的房子修得比村长家的还要好看。你羡慕，你也去进山打猎？我不敢，我一进山我就害怕。你不要急，看看你3弟能不能寻到那一家人，咱们从他们的手里刮一点钱也盖房子。按理说我是2哥，这是怎么轮也轮不到老3去认亲。你能自己坐火车？你能认的字？不认得。那你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？很快，陆巡言找到了一户军官人家，主人没在家，陆巡言就把自己是户主的儿子的事跟仆人说了，并且留下一颗子弹，子弹上面刻了一个疯字。但是在陆巡言离开后，陆燕又上门去，同样拿出刻有疯字的子弹头。仆人拿不定主意，就写信给了军官主人。3天后，陆燕回到了家门口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个傻孩子，总算回来了，快进屋里烤烤火。大哥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那家人姓户，户主叫户仁和，但是不在家，我没敢多留，就回来了。好，大
大哥辛苦了。这时陆巡言也回到家里。妈，你不知道那一户人的房子又多又大，只要以后我儿能认亲成功，那房子全是咱的。大房子你都分我5间。二哥，现在八字还没有的别呢，你急什么？我是你二哥，必须分我5间。陆成在他们的窗户外面偷听，不禁的一摸了下鼻子，这认亲都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这一家人都在为分别人房子而急眼了。今天陆成让沈双给孩子们榨了麻叶，几个孩子们都围在沈双的厨房门旁边。双姐姐，我要一盆子，拿去给我村里的好伙伴一起吃。好，三丫朋友多，带着哥哥妹妹弟弟们好好跟朋友们玩。好呀，双姐姐放心好了。一群孩子呼啦呼啦围在一起吃了起来。三丫，你给我一个麻叶。没有了。三丫，我要告诉奶奶，你不给我吃的，你去告啊！我家好吃的凭什么给你？呸！外来人，你是外来人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姐姐跟程哥哥订婚了，我们不是外来人。双哥哥是我双姐姐的亲弟弟，他是我们家的亲人。陆兰看争吵不过三丫他们，就把三丫手里的麻叶打翻在地，狠狠用脚踩碎。不给我吃，你也休想吃。三丫看到他自己的麻叶让陆兰给踩得稀碎，顿时眼泪打转。三丫一边哭一边说：双哥哥，打他，打死他，坏人！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最后让大人发现的时候，陆兰的头发让沈栓给薅得快没了，而沈栓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脸上全是抓痕。最后还是请村长来处理了这个事。傍晚，陆成在陷阱里又猎到了一头极肥的鹿，同时有一只雪白的狐狸在陷阱旁边躺着。狐狸感觉到有人靠近，就呲呲叫。这是山神老爷子呀！陆成不敢去碰白狐狸，他就把鹿扛了就跑了。但是那只狐狸却是赖上他了，一直跟他回到家中。我说山神老爷子，你老快回山里吧，我这养活一大家子人已经不容易了，还得养活您老。白狐没好气的白他一眼，小狐爪子点了一下，方向正好就是那头被处置过的鹿的方向。感情这鹿算是小白狐入伙他家的伙食费，您老人家爱待那你就待那吧。这狐狸进家中都是要出顶尖的猎人，因为狐狸要是与猎人合作，那几乎回回打猎都会满满当当。小白狐还吃了他端的鹿内脏，说明基本的信任有了。第二天，陆成又把鹿还有几只野兔子放在平板车上，就往县城去。这盖房子的时候把积蓄用了不少，所以陆成又得加紧挣钱了。而沈双也有工作，一个月也有17元的收入。刚才遇到你家那位了，他给我说一会烧给我3斤五花肉过来。我家那位就是陆成了，他说你以后在这任教，让我多多关照你，特别说了3斤的五花肉只算我1块钱。陆成竟然提前来说了，可不嘛，这孩子太懂事了。主任可是高兴极了，这个年代的人不敢随便给老师或是公干的人送礼，收1块钱就是意思一下。他也好久没有吃肉了，可得好好打1斤白酒来打打牙祭。而陆成此时也在卖猪肉的摊前，来3斤五花肉，可以3斤多一点，但不能少于3斤。这3斤肉算我送你了，你那鹿肉很鲜美，我一早就送走了。那好，这肉我收下了。蔡清泉给陆成的鹿肉价格是算5元1斤，鹿除了内脏有140斤，一共得了700元。陆成也明白这个蔡清泉是转手卖的，肯定比他赚得多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他要是让别人查到了私卖猎物，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当守夜人。这边沈双回到家里，把几个孩子换下来的小内裤用温的水在洗。咦，这是小白狐？双姐姐，她是自己钻到我怀里来的，后来我抱着她睡了一会，她喜欢我。姐姐，小白狐不喜欢我抱，我一抱它就跑，这可是古早的人们说的山神老爷子，他怎么会在我们家里？这小白狐就是跟我一起回来的，估计是山里太冷，来我们家过冬的。那他以后吃什么？跟我们一起吃，有肉分他一点，没有肉就给他一个鸡蛋。沈双微笑了下，伸手去摸了摸他，就连沈栓都忍不住摸了2回。白狐爷，一会有鸡肉吃。小白狐好像听懂了陆成的话一样，眼神亮了下，两耳间动了动。随后沈双把一只鸡用盆子装好，放到白狐爷面前。这白狐爷胃口不小啊，这就吃完了。他自己带了入伙的鹿肉来，养活他一个冬天都不成问题的。你卖了鹿肉赚了多少钱？5块钱1斤，一共140斤，足足有700元整。我去厨房再给咱们白狐爷加1块鸡翅，以后再引着成哥去打猎，保管顿顿有肉吃。而这时的陆燕正在屋里换衣服。妈，这衣服太紧了，我好像长胖了一点，穿的有一点窄了。过2天有个姑娘要来咱们家，要是能看中就成个家，以后日子会越过越好。而他的手紧紧地握着，心里还是盼着有一个自己的家，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相伴一生。哥，这是给你盖小房子的钱，你拿着，如果对方与你看对眼了，早一点把房子盖好，成个家。这哪来的这么多钱？白狐爷送来的，这盖几间瓦房是足够用了。我知道，但是全让你出，我自己怪不好意思的。嗨，亲兄弟，有我帮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。其实陆燕与那个姑娘私下里有说过几次话，按理说那个姑娘是对他有点意思的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嫁过来不与婆母一起住。有这钱，我这亲事有9成能成。那么说，大哥对那个姑娘有信心？那个彩琴说过，她就是要单独住，不与婆母一起住的。中，我们老了吃不到一起，分开过也好。妈，您帮我存放着。不成，你的钱就你自己管，我一个老太婆不要这么大的权利了。大哥，钱还让你自己收拾着，如果不放心，就把钱提前交给工匠们。哎，村长一听陆燕要在他原来的家旁边的地上盖房子，顿时
时高兴地说好，随后就带着陆燕一起找了上次给陆城修房子的工头，两边一谈，妥妥的。他前世是退伍特种兵，重生后带领3个小孩大战狼王。张伯，我家大哥看上您家女儿了，您通过一下，让他们早一点成个家呗。臭小子，你平时用我家平板车，我以为你是来送我谢礼的。要娶彩琴，得有单独的房子。张伯，房子马上就开始建，您问问彩琴姑娘愿意不愿意亲眼看到房子盖起来？那你这是算提亲？不，我就是来偷个底，明天会有媒人上门说亲，您别一口拒绝了。鸡你拿回去，我不能随便的拿你的礼。张伯，这鸡就是送过来给您老婆过生日的，不是提亲的礼，提亲用这礼我也拿不出手啊。哎，你这臭小子！次日一早，郭秀秀请了黄媒婆，带着礼物一起到了张良生的家里。张良生看到自己的小女儿这样的害羞样子，也知道这陆燕8成就是他心中的那个人。这个陆城真是邪门了，他上山那猎物像是主动送上去给他打一样。这时陆城出现在陆巡望的面前，举枪瞄准陆巡望。你做什么？我可是你二叔。陆巡望直接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要僵住了，全身麻木了，药顺着裤子流了一条线下去。我对你没兴趣，但是这狼是我的。是二叔想错了，谢谢二成救了我。这里有血腥气，你再不走，一会应该还有狼会来。二成，你这猎的野狼也算是咱们村里的，这野狼你能给二叔几斤肉吧？要不是我救了你，你现在估计是一具尸体了。没有我，你也猎不到这么大的野狼。这野狼我会交给村长处理。要不是陆城不想让他二叔死在山上，以后影响他打猎的心情，他还真想野狼一口咬断他脖子才好。说完，陆城把野狼送到了村长的小院里。村长，这野狼刚刚差一点咬死我二叔，我用了猎枪把他打死了，这肉您看怎么分？哎呦，这么大一头狼，我看每户人肉带骨头得分2斤。陆巡望因私自上山，思想不正，村长当着全村人的面进行了批评，还写了一份检讨。今天陆城又带了白狐爷上了山，在白狐爷的指引下端了一窝野鸡。白狐爷在跑什么？接着陆城也跟着跑了起来。这里怎么埋了个箱子？陆城赶紧把木箱子抱了出来，打开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堆的子弹和2把步枪。白狐爷，这样的箱子别的地方还有吗？白狐似乎听明白了，脸上做出一副困了的样子。白狐极其聪明，不会一次把宝贝都给了人类，真狡猾。随后陆城把枪和子弹搬去了他熟悉的山洞里，用干草盖住。今天陆城早早的起床，吃完饭又进了山，刚进山就看到一只肥野兔子在吃草，瞄准开枪，爆头一气呵成。这野兔真肥，足足有6斤多吧。不多时，一只400斤左右的野猪出现在陆城面前，一人一猪对视了一眼，陆城赶紧爬上一棵大树，野猪猛地朝大树撞去，整棵树都在晃动。就在这时，10几头狼也围了过来，野猪看到狼群也是吼吼的叫了叫，随后展开了狼猪大战。但是有一头野狼在暗中静静地盯着陆城，他感觉野狼不会放过他，老子要先下手为强，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机会。子弹贯穿野狼头部，野狼倒地一动不动，其他野狼看到同伴倒地，眼神凶狠地盯着树上的陆城。陆城又喷了一枪，把一只野狼撂倒，另外2头野狼愣了一下，赶紧跑了。糟糕，他要举办救兵，哪里能让他走？随后又砰砰2枪，全部放倒。过了一会，野猪野狼都慢慢离去，他快速地把野狼都绑起来，然后扛着就从隔壁村的村后下了山。而深山里，野狼跟野猪大战打了一夜，野猪受伤逃跑了，不知不觉逃到陆城家门口。这时一猪一人在天微亮的时候对视上，这野猪竟然还活着。但是陆城看到野猪身后的野狼，立马都慌了，一群狼龇牙咧嘴地盯着他和野猪。沈霜，别开门，外面有狼。幸好陆城这几天断断续续的把山洞的枪和子弹都拿了回来，这个时候面对狼群才有一拼之力。外面咋这么多狼？怎么还有只野猪？你快回去，让小栓过来，我教他开枪。我也学开枪。好，还有小香、三丫也要学。随后在陆城的指导下，沈霜、小栓、小香、三丫都学会了开枪，只是瞄准不太准。沈霜等人都上了2楼的阳台上，可以从这里直接面对楼下的野狼。枪声一响，野狼就开始撞门。村里的男人们也用树枝挡在自己家门前，吓得都躲在家里。这样射杀不行啊，狼群越来越多，得擒贼先擒王。陆城迅速地扫视了一下狼群，发现狼群中间一头狼时不时怒吼，时不时前抓刨地，这只就是狼王。陆城迅速举枪瞄准，手都不禁地抖了起来。他心里知道，这一枪不打掉狼王，狼王就会躲起来，后面局势就很严重了。陆城一枪爆头了狼王，顿时狼群失去主心骨，发现狼王一动不动了，他们就快速地离开了。停止射击！我射死了狼。都说射死了多少狼？我就射死了1头，另外打伤了1头。哥，我射死了2头，打伤3头。程哥哥，我射死了4头野狼。可以，小子真行。还是程哥哥厉害，一枪就射中了狼王。全靠你们掩护打得好，没有你们我也射不到狼王。村里的人听得外面没有狼叫了，一个一个都走了出来，有的人手里还拿着锄头、木棍这些。你们都没事吧？谢村长，他们都没事。这2头野狼你们拿去分了，我家里还有，就不用分给我了。那感情好，这野狼足够大，这只看这样子不一样。是狼王。哟，竟然打了狼王，谁打的？
成哥哥打的，一枪就打中头了。你这孩子真是吃着猎人这行饭的人，赢吗？真棒！随后几个壮汉就用平板车把野狼运走了，村民也高高兴兴跟去分狼肉。陆城，刚刚的枪响，你应该不止一把枪吧？村长知道了，我这是运气好，搞到了几把枪，用来防身的。几把枪，你这可得好好保管，千万不能伤到人了。不会，这枪我平时都收着的，孩子不会乱拿出去啊。有你守夜，我也放心了。陆城回了自己的家里，看到沈双和郭秀秀在处理狼肉。你这傻孩子，你明明2楼处挂了铜锣的，你怎么不敲？妈，敲响了铜锣会让村长格外难做，而且我们靠自己就赶走了野狼了。你个狼孩子，快低下头，我看看你的脑子是不是烧坏了。妈，您放心，好着呢，沈双看着的。他看着，我也得收拾你。郭秀秀伸手揪住陆城的耳朵，一个劲的骂：婶婶，这野狼肉咱们可以吃1个冬天了。一会大哥扛一头野狼，咱爸妈抬一头野狼回去。随后一家人就不停地处理了野狼肉，而村长那里更是一片的热闹景象，一大群村民排队领取狼肉，村民脸上都挂满了笑容，只有一家人把脸拉老长。安人上山打猎，让全村人都吃上了肉，唯独自己亲二叔连一块骨头都没捞着。陆巡望，你刚刚还周陆成死，你们家就别来分野狼肉了。村长，我不是周陆成的，我真没想到他能活。哎呦，呸！陆成就是守夜人，他是最棒的。原来陆成在大战野狼时，村里人都在想办法帮陆成，而亲二叔的陆巡望却咒陆成死。村长，我去给陆成道歉，总行了吧？陆成这是估计处理野狼肉，没工夫搭理你。我去道歉，马上去。村长给我留野狼肉啊！老张，你跟着他上去看，如果陆成愿意给他野狼肉，咱就分给他1份。张伯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盯着陆巡望，给你道歉。二叔又干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坏事？我在野狼袭击你们的时候，咒你被野狼咬死，这对不起。我儿子在这里跟野狼搏斗，才换来你们在村里平平安安的，你竟然咒他死。对不起，我真是觉得狼群太可怕了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能赶走狼群。你自己给自己说，我不是人，是个傻子。我不是人，是个傻子。我不是人，是个傻子。你呀，为了分村里的狼肉，还真是舍得下脸皮。我是不是可以下村里去分肉了？去吧，陆城的要求你做到了，就饶你这一回。陆巡望快步的出了门，快速的下山去村里，生怕回去晚了没有分到狼肉。张伯，一会晚上留下门，我给你送一点狼肉。你小子有心了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应该的。二成在家吗？是村长来了，快进屋里坐。不了，马上快天黑了，这大海狗留给你，晚上有个动静也好有个警示。谢谢村长。二成，你如果想以后能持枪，就得上县城去报个守夜人的名，由县里发子弹。好的，太谢谢村长了。我这就回去给县里写一封推荐信，审核通过后，每月都会发放子弹。村长，这狼前腿送您了。这小年轻就是懂事。一大清早，陆成就拉着平板车，拖着2头狼来到蔡清泉的家里。这可是好东西，价格我给你一个公道的。说完，蔡清泉拿着纸笔写画画。其实陆成早就算好价格了，但是他忍着没有吭声。这一头野狼净重130斤，加另一头野狼112斤，2头一起242斤，1斤按1块8毛算，一共是435元6毛。这狼下水就半卖半送得了，按5毛1斤怎么样？这狼下水你的价格太低了，我不卖了。哎，兄弟，这样算1块8，跟狼肉一样的价，这总行了吧？那还差不多，90斤，一共162元。这狼下水主要是我自己吃，我就好这一口。那你吃完了，后面还有？得嘞。陆成拿了钱去了合作社那边，买了一些腊肉和腊鱼块等腊味，另外给几个孩子都买了暖和的帽子、围巾、手套，特别是沈双的是一套红色的，特别喜庆。妈妈郭秀秀也买了一套灰色的，爸爸买了一套黑色的。这暴雪天，成哥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姐，你说成哥哥会不会在大雪封山前回来？肯定能的，二哥最棒的。姐，要不要我去路上找找？小栓，你太小了，我去找找大哥，让他去帮忙找找看。正在这时，院里的门咚咚咚的响。沈双，二成回来了没有？我二哥还没有回来。你顺着出山的路程去迎一下二成，路上小心一点。好，妈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婶，你快进来烤火。哎，好，我给婶倒杯开水喝。不要麻烦了，我自己在家里喝过，你歇着，我来就是帮你做晚饭的。陆燕就在离村口不远的地方看到陆成，他推着板车一路的艰难行走。二成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看天快黑了，你没回来，担心你呢，我就来看看。行，帮我推一段路，我实在是推得脱力了。哎，中。随后陆燕推了平板车在前面走着，陆成也紧跟在后面。不久后，在天黑之前就回到了半山腰的小院里。大哥，我们去接咱爸上来吃个晚饭，这一锅的狼杂汤面条可香了。也行，我现在下面条，你们一会儿回来就正好端上吃。不大一会儿，陆成一大家子人围在小桌上吸溜着面条，吃的可香了。成哥，我们这样没结婚就住在一个小院里，只怕以后会让人说闲话的。我也想好了，明天跟村长说，打个结婚报告出来。就这样结婚，不摆酒宴？要摆的，
我们有很多的狼肉，就算是摆架10桌大席，我们的野狼肉也够多的。爽，你真的愿意嫁给我？我人都住你家了，还能反悔不成？我一会去村里买点农家菜。小贺姐姐，哟，是沈妹子。小贺姐姐，你家里有没有菜可以卖一点给我的？有的，我家里南瓜、冬瓜、干豆角、干酸菜多可着呢。我们边走边说。哎，谢了呀。我说，你跟陆成的婚事你提了没？我提了。成哥说今天他去找村长，准备扯了正先试试。这咋是啊？你听小何姐跟你说，结婚了，操持家务那是你应该应分的。现在这样没有结婚住在一起，时间一久啊，这李二菊要是回来了，你的机会就没有了。谢小何姐提醒。我可跟你说，李二菊跟陆成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那李二菊一直吵着要嫁给陆成的。刚才成哥都往村长那里去了，报告打好，估计再过几天就可以扯证了。说话间就到了于小河的家门前。妈，这是我的沈妹子，就是陆成的对象，还要一点菜，您给他卖一点。有菜，我现在就去厨房里间拿出来。看，我婆婆可高兴了，你这是帮衬我家里呢。这些菜你看看，这是干豆角、干酸菜、冬瓜和南瓜。哎，婶子，这些我都要了，不过要麻烦婶子跟我一块送上半山腰去。我亲自送上去，放心好了，白天送一送菜也没啥事，猛兽不会出来。说着，叶兰珠在一个小册子上写画画，一共54元9毛1分。婶子，下次您帮我再按这规模给我准备菜，这一次我就直接给您55元整，您看成不？中，太重了可。叶兰珠激动的口水差一点流下来。沈妹子，这些菜我与我婆婆一会给你送上去，你就只报个南瓜就成。哎，那可谢谢了。不客气，应该是我们谢你才对。小何啊，还是你有本事，竟然拉来这么大的雇主。妈，我只是瞧着沈妹子人不错，当时真没有想到她会帮衬我的生意呢。给你5块钱，你自己零用着花。哎，谢谢妈，5块钱呢，我可以花好久了。送菜去。小栓、小香、三丫，你们3个去接一下叶婶子他们的菜。姐，那些菜都是咱们的。哎，对，快去帮忙搬上来。得咧。 3个大孩子跑出去，到了叶兰珠的身边，那是一人一个袋子扛了就跑。叶兰珠看到几个孩子的体力，不禁有一点的羡慕。看看这3个娃，跟个炮弹似的，跑得风快风。